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菠萝，欢迎大家回到我的 channel。我们女生是不是每个月都要度一次节呢？反正之前的我也是这样，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，PMS 经前综合症的症状也越来越多，比如说腰酸、情绪不稳定，甚至是姨妈期间痛经痛到一定要靠止痛药来续命。所以我真的很羡慕那些不痛经的朋友，觉得这简直就是福报。不过自从我开始研究营养学，开始研究我们身体到底缺什么之后，我现在的姨妈期都过得特别的从容，甚至有的时候姨妈准时悄悄来了，我都没有什么感觉。所以今天在这个视频里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到底要怎么通过吃对东西、补对营养，来安安稳稳的过好我们每个月，而不是每个月只能得到一句扎心的多喝热水。想要解决问题，我们要首先知道敌人是谁。那我们为什么会有 PMS 和痛经出现呢？这个其实也很简单，大家可以把它分成2个阶段来看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经前，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把 PMS 理解成一个我们身体里面每个月都会上演的一场激素派对。这个时候呢，比如说我们的雌激素就会产生一个剧烈的波动，那它就会影响我们大脑的快乐激素血清素下降。血清素一旦下降，我们就会容易有易燃易爆炸的感觉。那第2个阶段呢，就是经期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列腺素会上升。大家不要被这个名字骗了，它不是男生的专利，我们女生也会有。那前列腺素它是一个负责疼痛的激素，黄体期过后呢，促发炎的前列腺素上升，就会造成一个疼痛。那所谓的自救其实就是分2步，一个是经前去稳住神经，一个是经期去掐灭炎症。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3个救火队员，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经期的不适。首先登场的是镁，镁真的对 PMS 和痛经都非常的有帮助。那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？因为首先它可以调节我们大脑的神经，去缓解那些莫名其妙的焦虑和烦躁。如果你经前是容易失眠、水肿，甚至是乳房胀痛，那可以试试看补镁。第2个呢，就是镁可以帮助我们去放松肌肉。痛经的时候，如果把我们的子宫去比作一个正在抽搐的肌肉，那镁就是一个止抽器，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平滑肌放松下来。所以很多姐妹经期的时候会肚子疼，然后烦躁，莫名其妙的睡不着，那其实这都是一个身体在向你发送你在缺镁的信号。那镁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坚果、香菇、深色蔬菜里面去找到。说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过，就是说吃巧克力可以缓解痛经。那这句话其实是半对半错的，因为只有那些浓度很高的深色黑巧克力可能才会有点帮助，因为它们里面是富含镁离子的。那像我们平常吃的那些都是脂肪高、糖高的普通巧克力，那它不会有止痛的效果，它只会有变胖的效果。第2个营养素呢，我相信很多姐妹都已经非常的熟悉，而且也知道它很重要，那就是铁元素。但是我在这边还是建议所有有经女生都一定要补铁，而且还要重视补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来姨妈的时候流失的不仅仅是血，还是血里面的铁元素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来姨妈的时候容易心慌、头晕、脸色煞白，甚至没力气，都是因为我们身体缺铁，导致一个血红蛋白合成不足。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缺铁其实是会降低我们对疼痛的一个耐受度，也就是说本来你就很疼了，然后你又缺铁，你可能就会更疼更敏感。那像红肉、动物肝脏都是一个补充铁的好来源，你还可以搭配维生素 C 一起吃，促进它的吸收。那第3个要分享的呢，大家可能比较陌生，它叫 EGCG 绿茶素。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学术，但是说白了，它就是存在于绿茶里面一种超强的抗氧化物。那它可以作用在我刚刚提到的前列腺素上，就是从源头上减轻我们的疼痛，所以我们平常也是可以多喝一些绿茶的。
不过大家这边想跟大家划重点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镁、铁、EGCG，它都不是速效救心丸，所以千万不要等到你 PMS 症状严重、痛经痛到小打滚的时候才想起来去补这些，那个时候吃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有意识的去摄入这些好东西，然后让身体有一个缓冲期，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像我之前也是补镁和铁，大概是补了1个月之后才会有一个明显的体感。最后，除了补充我刚刚提到的那3样东西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从我们的生活习惯上做出改变。比如说，第一，我们尽量少去碰酒精、高糖、乳制品这些东西，因为它可以加速我们体内的一个炎症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物理保暖依旧是有用的，我们可以多泡澡，促进一个血液循环，然后也能让营养素更快的输送到全身。说到底，痛经和 PMS 它真的不是我们每个女生要默默忍受的宿命。我们通过一个科学的营养管理，其实是可以每个月从容优雅地度过这段时间的。不过要提醒一句的是，如果你的痛经通过吃止痛药，甚至是营养管理都没有用的话，请一定要去医院检查，因为我们要先排除一些病理性的原因，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。所以科学止痛，爱护自己，其实是我们每个女生的必修课。希望这期的内容对大家有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